来解读。你看，他先提到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就开创定都金陵，就是洪武啊，朱元璋在这里呢定了都。第二个呢，皇帝是成祖文皇帝，成祖是永乐皇帝，他就说，把这个燕京啊、北地啊，还有两京制度，一个南京一个北京，这样他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叫套货咯，说两个皇帝开国和成祖皇帝，他这个工程很大。他最终讲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呢？他就说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马公，中官是太监，大家都知道了，就命中官马公建厂以此以毒烧灶，就是说永乐皇帝派了马公在珠山设立了玉器厂，目的什么？来都陶烧灶。这个是一个核心信息。那么我们以前这么多人看到都没有想到这个信息什么重要性。其实他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御药厂是谁设立的，御药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洪武不是洪武设立，是永乐皇帝设立的，这是很重要的信息。马公是谁呢？我们也想了很久，但是很多人也不关注马公。我们查了很多文献，就是郑和。马公郑和的原姓是姓马。是云南人，他属于回回人或者色目，就回回人那边的，就穆斯林。然后他在那个洪武年间呢，就他们家族在云南被明军打破，他被掳过去，到燕王府呢就做了太监，阉掉很小，但是他胆识过人，得到了那个永乐皇帝的燕王的欣赏。后来的就打到南京去的时候，他非常有功劳。永乐2年，永乐皇帝就赐他就郑和。永乐2年正月初1赐他郑和这个名字，所以他就用郑和。对，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正因为他潘湘也是太监，那个郑和也是太监，所以太监系统呢会对内部很熟悉，他不会乱说的。所以这个马公这个信息指代郑和是非常可靠。还有一点重要的事情就是，永乐定都南京呢，就是他掌权之后呢，他命一个很重要的官职给那个郑和，叫内官监太监。明初有24衙门，12监。在24衙门当中，其中呢，内官监是之首。到了后期啊，正德以后呢，才叫司礼监才是厉害的。这几个监，12个监，它地位是波动的。最早的时候是内官监，郑和是宦官之首，他这个级别。内官监是管所有太监，同时内官监还管什么？管烧灶，管皇帝里面所有的宫内器用。所以玉器厂就对口是归郑和管。当然说我们说郑和有没有来过景德镇，这个不好说。但是做玉器厂、设立玉器厂这个东西，应该是按照文献做是没错的。但这么多年大家都没关注，没有解读这个一个词版。继续下面，对。还有这个信息，为什么刚才说那个词版是那个郑和是潘湘做的？这一个词版很薄很小。是谁写的？是唐寅写的。这个是重建环翠亭记，这个环翠亭那个碑是唐寅写的，但是这个碑文也没有被收到了唐寅文集里面去。但是这个是在珠山发现的，是好多年前流到民间去。80年代初，珠山改造，可能就这样在那个墙缝里面有一个瓷片。它里面提供很重要的信息，他说陶蜀之珠山有环翠亭，名万历间都陶内监潘湘所建。然后他就讲这个历史咯，他其中就讲那个潘湘啊挺特殊的，他的都陶后来他还有心做了这个环翠亭，虽然这个人很差劲，但是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唐寅还透露什么信息呢？他看到这个环翠亭已经破败不堪了。突然呢，在整理这个环翠亭要修建，发现有潘湘的那个做的碑，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破碑，当年唐寅看到的时候是没破的，
后来可能又相到一边去了。后来各种战乱，很有可能因为玉器厂、御窑厂在清代最大的破坏就是洪杨之乱，就是太平天国把它烧掉了，那环球亭也被毁，也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个资料很重要，这个也没可惜这个东西泄露不明。我05年的冬天，在上海有人拿出来这件东西找我们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要你们看看？我说很重要。但后来呢，再追下去就没下文了。这个各位留意一下，这个是对唐英很重要，对御窑厂研究也很重要。这个环翠亭碑记，啊，下一张，对。所以我们就说，玉器厂设立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想到这个目的，不会平白无故就设一个玉器厂。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洪武啊，他在掌权之后，在吴王时代的，就洪武还没称帝的时候，吴王洪武元年之前几年，他已经掌控了景德镇。景德镇他也是有烧瓷器，他是怎么烧呢？他不是专门设厂。我们了解洪武啊，一定要从朱元璋的性格去了解。他是老百姓出身的，他这个是反对奢侈，他都不会大兴土木。这个人很讨厌太监，他很少不会派太监出来干活的。所以呢，洪武他很多瓷器，我们在景德镇这10多年窑址调查有什么体会呢？很多洪武这些标准的御用瓷器，它不是在珠山发现，都是在珠山以外7、8个点。有红光瓷厂、落马桥、太白园，有那个大家弄澡堂，还有北边的第3中学、第一人民医院，那边出了很多，这么多年都有。所以洪武官窑啊，洪武御瓷，它烧造地点是3点烧造，不是说集中一处。对，所以呢，那么如果要专门设个机构呢？它一定是基于国内或者外交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什么目的呢？我们看洪武到永乐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谢希洋。这谢希洋其实在明朝、永乐朝有很大的争议，不是说所有的大臣都支持的。很多人都说拿太祖圣训就是偏袒不能下海来反对这个永乐皇帝做这个谢希洋，但是他要做。那做的话，谢希洋很重要一个东西，除了我们中国特产，其他的物品，瓷器是个很重要的板块。对，我们然后我们就先看看这个永乐那个郑和谢希洋那个时间，它有7次，有6次是在永乐年间，最后第7次是在宣德年间。那么我专门列出来前面那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永乐第1次是永乐3年，然后第2次是5年，然后第3次7年。其实前面2次对我们很重要。永乐3年，他6月份可以出发，那么他要出发，他要带瓷器，肯定是在永乐3年以前，他要把瓷器烧好了。所以玉器厂的设立，应该是我们一会看文献，他会提到。所以这个东西他肯定要筹备。那先把那个文献调出来，小景啊，那个文献，对，我们看一下文献。文献其实对我们考察明初玉器厂非常重要。我把能找到的都给大家找到出来。第一，最早有关玉器厂烧造的历史啊记载，就是明朝正德6年本《扬州府志》陈策编撰的，他们里面就提到景德镇即陶器之所，造于唐而备于宋。然后国朝设局以思之，国朝就指的是那个明朝。对，第二个也是他的另一个版本，也是他另一个地方，就卷2公署里面，鄱阳县里面有这个玉器厂这个条目。他说玉器厂即旧少监厅。在岳伯门外，是不是景德镇呢？是饶州府的岳伯门外，今天的鄱阳县。宣德监创，美穗宫瓷器，太监住此，减封已尽。其实明朝大家知道啊，少监和太监是个官职，就是说，明代有12监，比如说刚才御用监，还有那个内官监。第一个
头，每个监的头叫太监，他的副职叫少监，像那个正部长、副部长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他不是最早不是在景德镇，他是在鄱阳姚州府那边。那后面江西嘉靖4年本呢，江西通志里面也提到，你看了玉器厂在右伯门外，这个是没问题了。然后嘉靖改元就是嘉靖9年还8年就才阁中官，就是那里是空的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同一本书也是他的另一个辅粮县里面，他又提到一个玉器厂，在县治西20里景德镇，然后内陈铸此烧造器皿，这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关于玉器厂一个状态一个存在。我们先把这个文献列一下，再看下一波文献。那么就还是上一个，再上一个，不是这个。哎，是吗？我看看啊，你打开看，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吗？行好，真正对，不用那么可以看对，其实对明初玉器厂设立时间有2个大观点，一个观点就是洪武2年说，这个说法呢。近几十年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得益刘希元老师的一个研究，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洪武35年说，或者洪武末年说。那么这个记载来自明朝的文献，明朝现存的4个文献都是支持洪武35年或者洪武末年说。现在最可靠、最早记载就是嘉靖19年，詹山。他是辅粮人，他写了一个重建这个师祖庙这个碑，知我朝洪武末始建玉器厂，独以中官派中官，洪熙监少监张善，大家知道后来被砍的那个叫张善，他就开始来这里做这个对这个神灵进行祭祀，然后建那个庙在那个厂内，所以叫狮子庙，就后来就搬走了，这个叫赵盖嘛，赵盖。所以呢，它非常重要，所以呢，足以显赫古雅。往上，继续。那么嘉靖年间编的这个江西省大志，然后万历年间呢，陆万盖他都给增补过。大家先知道一下，王宗穆也好，还是陆万盖也好，都是明朝当时江西省的大官。那个王宗穆的级别相当至少是一个。民政厅或者是属于什么厅的厅长，陆万盖是江西省巡抚，这些人都是很了解这个历史档案的。首先，我们不要怀疑他记载有问题，他就在里面有2个记载，这王宗穆写的“国朝洪武初，真如旧”，就景德镇啊，到了那个明朝了，跟以前一样，什么意思呢？它很多制度是延续了元代的，所以呢，属于姚州府这个管。那第二呢，陆万盖增补版本里面写了洪武35年始开窑烧造，洪武35年才开始烧，解金公用就送到南京去，御厂1所，官窑20座，宣德中以营缮所成专读，营缮所是归谁管呢？归工部管，工部下面那个另一个子单位叫营缮所成，营缮所，他的成呢就相当于他的副所长，他来做。正统书这个就讲历史了，所以就是说最早明确的写出洪武35年是来自那个江西省大志，大志是官方修的史书，目前是最可靠的。继续往下看啊，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另一个文献就是崇祯10年，这个碑关中王老这个碑啊，宜修堂记这个碑也是在玉器厂里面的，在玉窑厂里面的，在50、60年代被大家发现，然后拍了照片做了拓本，现在应还在景德镇那个就是叫历史博物馆那边。他的记载，我太祖高皇帝35年改陶厂为玉器厂。亲命中官1员，特懂烧造。
这个记载跟刚才潘香那个记载一模一样。所以呢，这到了康熙早期了，康熙21年本的《府梁县志》，康熙20年本的《尧州府志》，都说是就明初洪武，他这样才烧，但是没说洪武什么时候。洪武烧玉器是没错，没说设定玉器厂，没说是在珠山，所以这个记载很好。那么什么时候才开始说是洪武2年呢？我们看下一个文献，对。对，最重要的一个文献就是这个时候，乾隆7年，这个那时候唐英也在，那个有个府梁县令特别好，不错的那个沈县令，他重新修了《府梁县志》，它里面他就这样详细的写了，他理解错误了，他以为洪武初就等同于设立玉器厂，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错误就开始。就会引起2个分歧。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明代的文献，明代人记载明代事，肯定可靠过清代人记载明代事，这个是个理由。所以呢，后来再看哈，后来呢，这个同一时期乾隆晚期，南浦写的《景德镇陶录》里面就参照了官方当时的这个史书，就是叫做洪武2年说。而且把它更具体了，所以如果往后记载越具体，你们觉得这个是违反常理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就要说一下，接着刚才提到一个洪武概念的提出，这里要提出来，洪武官窑这个概念，什么时候提出来了？不早于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然后波普先生啊，在美国他考察了。伊朗和土耳其的资料之后，尤其伊朗的资料，他就觉得在元代和永宣之间会存在这个一个东西，就是洪武的这瓷器存在，他会觉得中间有这过渡。但是正儿八经提出来有洪武官窑瓷器这个概念，是台北故宫吴玉章先生。吴玉章去了，他属于故宫4杰，49年随着这个去了台湾。他就负责做台北故宫器物处处长。那么东西到了台湾，当时候的故宫博物院和南京的中央博物馆的东西，2院东西到了台湾之后，他就要清理就要做一个整理。在整理完之后，50年代后期整理完了，在这个基础之下，要编一本故宫收藏的资料跟社会开放是很有必然。那时候台北故宫还在建，馆舍在建，还没开放，就先编书，编什么书呢？就我们知道的黄色封皮啊，这个圣洁书局里面有那个黄色封皮，那个故宫长词33本那套，大家一鼓作气了，编出来了。哎，一看从永乐、宣德编到万历，一看缺了个洪武了，这个怎么办呢？明初这个官窑开始不可能没有洪武嘛。当时候吴玉章先生呢和他那些团队人就在开会讨论了几次之后呢，就把故宫里面典型的永宣的东西挑出来，把元代风格的东西也剔出来，就是存在有一批东西呢是跟典型的永宣又不同，但是又不同于元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洪武的那个釉里红或者青花的大盘大碗，包括直壶，包括玉壶春。把这批东西他清出来，选了3件青花，5件釉里红，编入那个故宫长瓷洪武永乐放在最前面那个旗舰，这个是洪武官窑瓷器的概念，第一次给世人面临，因为它是台北故宫很官方，当时候这个信息呢跟全世界这个书啊1963年出版，全世界有洪武官窑了，台北故宫都认可了。就是这个观念，就正儿八经为学术界所知道。但是当时国内嘛，两岸的关系不交流，学术界没交流，国内那时候对这个信息是不了解。反而海外，大英啊、美国、欧美啊、日本啊，他们就接受这个观点，就洪武这个瓷器就出现。所以这个一个观念很重要。那么我们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刘新元所长呢，
他在80年代初受日本东洋陶瓷学会的邀请，他会去日本去交流。刘老师就看到这本书，很多信息第一次看到，好多信息汇总到他的去，正好他的重点是开始研究景德镇那个玉器厂，研究珠山遗址，所以他看了那个资料对他很有帮助。80年代初中后期到90年代初，珠山连续有5到6次的发现这个洪武的大盘、大碗、16罐，还有那个直壶、玉壶村，还有展托，就前后有几次重要的发现。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珠山玉窑厂这个发现又反证了台北故宫他们存在那些大盘大碗是洪武这样的说法，这是很重要。但是刘老师又面临一个文献的困惑，刚才提到明代文献里面说都是洪武35年或者洪武末，那怎么办呢？刘兴元老师呢，他就要找2个方面的依据，文献依据的支持，他找到了乾隆7年本《浮梁县志》，说洪武2年说就不是洪武35年。还有实物他怎么找证据呢？后来他就发现珠山里面有那个瓦片，大家知道钱老师那个写的赵万初，然后还有什么公头，就把这个瓦片，以后查一下《浮梁县志》，赵万初是洪武2年开始出任那个浮梁县丞的，所以就是说洪武2年说又有了文献的支持，又有了考古实物的支持，这个是一个定论。后来刘老师在日本发表，在国内发表，在90年代以来就成为当下学术界比较愿意接受的观点，说玉器厂成立于洪武2年。但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要知道那个瓦当，它在玉器厂发现的状态，它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很重要，不是在那里发现，它就是有绝对的公信力。第一，首先它确实是在玉器厂里面范围发现的，但它是不是就是玉器厂烧造的？不一定，它有一定的量，但不是绝对证明它那烧，有50%可能性。更重要一个依据就是说，它在玉器厂发现的状态不是跟瓷片在一块，而是作为这个作坊的墙体，作为作坊的一个基础。它相当于砖头、砖石的功能，那么还有瓷器在上面，肯定是先搭个窑、搭个作坊才烧瓷器，所以它本身的瓦当肯定是早于你发现那个瓷片，所以这个瓷片和瓦当不是一个时间的。反观呢，景德镇这些瓦当啊，写的洪武这个赵万初这个瓦当，在小港咀、珠山南部，在西郭州那边、白鹿大桥那边呢，有大量的发现烧造，唯一烧造地就在那边。所以呢，玉器厂为什么会有这些瓦当呢？其实应该是洪武35年，就是永乐建了玉器厂之后呢，他那个地方是官地，他要围起来要建，缺乏材料，你烧砖烧瓦都要烧嘛，你就把那些瓦当坏掉的大量的落选品移过来就很方便，又节约成本，时间又快，是这样的。还有一点，珠山为什么选择珠山做玉器厂的所在地呢？因为珠山的地势很高，在景德镇做瓷器就怕以水淹。景德镇面临着那个沧江，水系很发达，地下水很发达。做窑是不容易动的，但是烧窑的垃圾周边会搞得很高，所以下雨了窑就容易受潮。如果是放在那个高的地方呢，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选择珠山是永业是非常好，就做长久来说非常合适。我们就提一下历史。好，再看看后面。就是另一个釉里红那个事情对，刚才点心松也提到这个釉里红的疑惑。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一组釉里红，这个是个大香炉，我们21年藩王那个王者之气藩王特展也借过来，它出土在哪里啊？出土于鄱阳怀王府这个旧址，明代是怀王府，到了清代属于文庙，这里出了一个香炉，腿啊脖子都有，还有这个口沿，对，下一张看得更清楚。
掉下一张图，对，它里面写到了，月初一日，就是它应该是有明确纪年的，某年某月，它有个纪年的。我跟那个发掘者领队肖发彪老师，江浙省考古研究院的老师说，我说肖老师啊，继续努力，多挖点，把它挖全，你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公案了。就是10年前14年的时候挖掘跟他讲的。肖老师说我也努力挖，后来就只是挖到这些，没有挖到其他的。但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继续后面照片，在后面，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明万历时候一个文人，姓徐，叫徐伯，他写了一个文人笔记，叫《徐氏笔经》。他就提到尧变，他说尧州府学神库中，尧州府学就是文庙嘛，这神库里面就是相当于供奉，他文庙就祭孔啊，祭很多那个贤达，对，它里面就会有个神库仓库，里面有窑变香炉1个，花瓶2个，就3供啊，郭管是吧哈？他说相传旧为回青所画，他说是万历时候所看到的，就是说原来说这是回青做的，后来窑变为赤色，窑变怎么回青也不可能变成那个红色嘛？但是以前是这样说的，金花纹或淡或浓。婉言锦绣，就说这个纹饰很清晰，很有立体感，好像绣上去一样的。上属永乐4年造，有永乐4年造这个几个字。但是神炉非玩物呀，因为那个徐经是文人嘛，在他眼中，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但只是说它是神器，就不是文人之物。那么这个文献记载就对应刚才那件东西，因为。尧州府啊，这个尧州府这个文庙，它在明代不是现代淮王府，只是说到了清代顺治年间，淮王府不是废弃了吗？原来尧州府文庙很小，所以呢到清初呢，江西巡抚呢就把文庙给搬到淮王府的遗址。那么这个香炉呢，当时作为那个文庙的这些供奉的礼器啊什么也随着过来，有可能当时是完整的。为什么现在残的呢？很有可能就是三藩之乱。我有考证的，就根据那文献考证，三藩之乱把文庙给烧掉了，毁了。我估计香炉就是毁于那时候。如果是现在在发掘，肯定还有郭管啊。我当时跟肖老师说了，他很开心，他说我在申请，如果挖到了这个就很好了。那他的文献记载。就永乐4年了，那么我们又返回看看那个御窑厂发现那个御窑厂发现那个4个片，对，不就不要，就还是那里这片，对，刚才点心老师讲到这里了，我2006年那个7月份到了景德镇，8月份很有幸到刘锡元老师家吃饭，那时候刘师母做饭，到了吃完饭傍晚6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认识刘老师，还有点小心翼翼，我就问他：“刘老师啊，我说珠山你们发现有个永乐元年、永乐4年这个标本，为什么你们就说那些是洪武的釉里红，这些永乐有纪年款，你怎么不说呢？”他没接我的话。然后呢，当时我一直疑惑，明明写的是永乐元年、永乐4年。为什么洪武的你说是洪武的釉里红，是洪武的青花，怎么一片都没见纪年款，反而永乐有？为什么你们不认他呢？我当时问刘锡元老师，他没讲话。那么这个是贡品，郭管哈，盘口瓶是贡品，贡品呢，还有其中有个永乐4年的，我都怀疑永乐4年这个贡品和尧州府的那个是配对，只是说这个烧坏了，烧得不好了就作废。我们一定要相信，尤其珠山这个地方很敏感，古代做过任何事情，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不会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永乐元年，也是永乐4年。为什么没有洪武啊？没有洪武20几年，没有洪武10几年呢？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启发。因此呢，我们看到那些釉里红啊，它的存在年代很值得我们怀疑。就那种大盘大碗，洪武官窑里面是有釉里红，但是我们所看的现在公认的那些洪武的大盘
洪武的大碗、洪武的那个直壶、洪武的玉壶村、洪武的石榴大罐，那些全都是永乐早期的东西。对。我就提炼了一个就我在景德镇这里也有，对，也有发现这个博物馆，我带了片来了，也是写的香炉一副嘛，其实跟刚才那个鄱阳那个是一致，就是写满了供奉香炉一副或者写香炉那个花瓶2个，会有写明的，跟大维德资政瓶是一样的。那么后面我们就再把这个旁边，对，就也是尽快抽象一下。就我们就根据那件东西，既然是永乐4年了，那么这里面很多文饰就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艺术史可以推论的地方，就这样做一个推论。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章节，对，我们快点，对，先把那件都从1，对，这边从这里，不是这里对。跟各位说一下，这件东西呢，你访问台北故宫的官网和近10几年出版的书，这件被台北故宫定为是洪武的标准件，而且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件东西我想说一下它历史，在1963年那个吴玉章先生出的《故宫藏词》里面，它是放到永乐里面去的。但是后来00几年之后呢，2000年以后呢，台北故宫几任的研究员做书、做展览都定为永乐，定为洪武，还写了文章，包括一些考证。继续翻，把它翻看看。对，这个造型是很少，这是在这个发色是有点朦胧，蓝是灰蓝，不是浓艳的蓝。它的釉是含那个石墨啊，就是含钙比较高，朦胧的感觉，不是我们说的灰釉。继续，对，这里面看了有个检查报告，一个清单，就是1925年清宫检查报告，这里面有一个盖在里面。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下这底部，把它底部看一下，圈足底部，对，这个东西很柔润，特别细腻。我当时看到实物和照片，我很难联想它是洪武的东西，因为它整个气息很细腻，非常细腻，跟洪武我们看的格格不入。这个疑惑放了好多年，当时见了台北故宫的老师，我也跟他问过，我说你们为什么定它是洪武呢？他们也没说一个具体原因。后来我们再看另一个标本，这个标本。这个标本是在北京2环以里一个地方，我文章里面介绍，在07年发现。发现完之后呢，跟台北故宫那件是一样，造型一样，胎釉什么都一样，有什么不同？就纹饰不同。这个东西呢，刚开始得到这个人呢，他也不会太在意，他觉得跟台北那件很接近，很开心。但某一天呢，把那个中间。某一天阳光很好的时候，几个朋友坐在一块欣赏，看到有暗刻款“永乐年制”4个字。那么这件东西有永乐暗刻款呢，台北那东西会不会有呢？一样有的，只是说正好被那个标签给盖住了。这是一个事。第二呢，同样的造型，要把整个造型出来。台北故宫同样造型的填白釉暗刻纹饰的有好几件。每一件里面都有款，都是写的永乐年制，刻的永乐年制，对，就是不是这件哈，但是差不多，对，这后面这几件，你看，造型什么都一样，所以早年呢，吴玉章老师啊，他是看了这批填白的，所以他没有把它定为洪武，但后来呢，台北的研究员呢，就把它定为洪武，把这个款调出来，它的款。看了这个也更清楚，永乐年制，因为它填白的可能好点，刚才那件正好是又盖上去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所谓的洪武了，就一定是永乐，对，好，我们再调回，再调回去了，就看另一个章节了，对，
对，那么洪武的瓷器是什么才是洪武的瓷器呢？我们今天研讨会一个重点，我也想跟大家来探讨，包括回应刚才点心松的一个讨论。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把这个洪武大碗调出来，对。这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也是在吴玉章先生故宫藏瓷1963年最早收入的那5件釉里红之一，这大碗。这个东西，我的认知就是典型永乐的。那永乐什么时间呢？永乐7年以前的，就是在第1次和第2次下西洋以前的。我也做过统计和征询一下朋友，大家对这个釉里红的比例好像是比同一时期的洪武。比同一时期的青花比例要高，好像相当于2件这个釉里红对应1件青花，大家是不是这个概念？就也能反映出明初内府啊，景德镇是青花料比较少。但是再把青花调出来，往后面就有青花了，对，青花了。去景德镇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青花为什么这样闷闷的，自己想不透。去了景德镇之后呢，问一些做工艺的朋友，他告诉我，黄老师，这个青花料是没问题，可能提纯度差点点，主要的问题就是釉的问题，相当于他穿的不应该穿的衣服，没把它的美显示出来。我们知道要跟大家重申一下2个概念，釉是有2种釉，基本在明代、清代景德镇，一种是灰釉，草木灰加上那个磁石粉啊，这样揉起来的釉，草木灰比较多的时候。它就属于灰釉，它是透亮的、泛青的，原青花就这种釉。还有一种釉呢，就那个磁石比例更高，就是灰少一点点，就橙化那种釉，就看得很致密，几乎是1/3的混浊状，不透明、半透明状态，或者舒服也是这种甜白也这种釉。洪武的所谓的洪武青花这类的青花，它就正好盖上这样釉，所以它发色是闷闷的。但是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个洪武春寿梅瓶，它是灰釉，标准的灰釉，它是用元青花那个灰釉不一样。那么如果是洪武2年就设玉器厂，怎么元代成熟的青花配方这个釉配方，到洪武的突然就断掉呢？突然就不会用呢？这个不符合常理的。就是前几年还会用，一下过几年就不会用，这个不现实的。唯独很有可能就是洪武初年烧的很少，然后到了永乐初年呢，差了有30年了，差不多2代人了，再用起这个钴料就有点陌生了，釉就把握不好，才出现这一批东西。从材料角度来解释，只能这样才能解释得通的。它釉把握不住了，把握不好了，所以才产生这种朦胧灰蓝的效果，暗的效果。同样。釉里红用这种釉也不会漂亮，也是闷闷的，这也是我们一个特点。好，那再看一下，所以大家看到也不用打开，所以这类东西看到的大盘大碗，我们本质上面给它是什么？赏赖瓷，赏赖瓷是怎么样？不是宫廷用的，我们现在宫廷看到有，是当时遗留在宫廷，配合一些外宾用膳生活习惯用的，还有就是应该是要送出去。没被送出去，才留到宫里面去。这些东西皇帝是不用的，所以赏赖瓷和御用，在古代这么明初啊，这个等级延伸，它有严格区别的。所以我认为，赏赖瓷和我们今天说的春寿梅瓶是2个概念，御用的和赏赖的不同。对，然后我们再看有一个高足杯，我们带过来，就是这个高足杯。在99年后期，90年代后期呢，在我们龙珠阁对面有一个消防局，它的施工早年就出了一些这个资料流出去。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这个，再看细节，再看一下细节图，对，它里面有个龙头的，里面是龙，这里面是模印暗刻2条龙，好细的，非常细。我们手上有好几件。当时流出来，不光是有青花，还有釉里红，对，这个龙也是，钱老师应该第1次见哦，这个龙的形象，它跟我们常见的永乐确实不同，但是跟我们春寿又不同。这批东西我最早看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洪武，后来一看，我肯定它是永乐，
就也是洪武之后，就刚刚设立玉器厂，永乐早期的东西，特别早期，属于过渡期。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永乐是23年、24年，这么长的时间内，不会可能有一个就单一风格的。凡是超过皇帝做过20年以上，其实是一代人，他这个器物有前后风格的差异，完全值得我们去看的。我们看到现在公认的永乐那种青花或者其他风格，是它的后期风格，应该是永乐7年以后的。那么永乐早期呢？怎么样？就是刚才说看到这种目的，这个高足杯和台北那个暗刻的那个刚才摩谲语文那个杯呢，它都是永乐早期永乐7年以前的东西。对，好，继续好。那我们也有2件东西，我再回应一下点心松的关注，就是国家博物馆那件东西。对，哎，刚才有啊，你刚才就上面，看看啊。对，把这个调，这里，对，这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国博也定为洪武，但是你看一下口沿的灵芝纹，这灵芝纹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洪武4年那个香炉一样的，只是说它烧得更差，温度低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永乐早期。还有一点，它这个龙怎么排都排不进洪武里面去的。一定是永乐以后的东西，可能还不是永乐早期，有可能永乐中期以后的东西。不，这个龙太标准了，这是一个方面。这还有再放下了，对，那它的龙也好，它的凤也好，对，就看到它的龙，对。所以这个虽然是3左，但是它也很非常标准的，我们说永乐的龙的效果。好。再调那个广东省博那件东西过来，对，对，各位，这个是高清图啊，这个广东省博的高清图，外面一般都看不到。这是一个香炉，它束腰以上和双耳被磨掉了。这个东西广东省博出版啊，很多学者引用啊，都认为它也是洪武。先放下，等一会儿下面还有有个寿字号，那底部，你这个有个寿字号，对。然后呢，我们就回头看到龙的本身，对。大家看一下，龙头是好清晰的，很漂亮，确实很威武，龙爪也很好。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会想想这种龙的形态，洪武里面是没有的。这种龙的形态从大量的永乐的磨印的那个填白器里面，才开始有这种龙，就各种姿态扭来扭去的龙，就是洪武主要是圆的龙、拱龙，还有那个长的形龙，这种2个爪子啊、扭头扭尾的啊，一定是永乐才有。而且这个爪子也很符合我这个文章论证里面，我用另一件永乐带款的永乐年制暗刻填白釉，这个纹饰跟它一模一样。就我这里没来及放，然后看看它的下一个，不就是继续看这细图啊。对，这是它形龙了，刚才那是扭头的。这个发色也是灰蓝的，跟刚才我们的高足杯和台北那件是一样的，也是永乐早期。对，所以我们也得出一个信息，继续把底部放下来，对，还得出一个信息呢。明初很奇怪，怎么奇怪法呢？玉器厂呢，在永乐初年或者永乐年间，给很多庙宇烧过供器，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永乐21年，刘锡元老师写过文章介绍那个黑釉的一个香炉，黑釉香炉呢，他写的永乐21年供奉在哪里啊？三宝，就现在那个三宝里面供奉一个庙里面去。如果按照我们说的，玉器厂就给皇帝烧瓷器的，怎么给那个普通的庙宇烧了？明初很特殊，有这个先例，所以呢，很多香炉就出现。反正洪武不会这么大手笔在做的，对，好，那就再调回去啊，返回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吧，就把我不那个，
再放回去了，对。就我们这个封面，把这封面的这个封面，对对对，我们就这个月有我的原因也延误了一下，就这个月过2天就印出来，月底给各位老师啊，就给他送过来，钱老师那个国管给他送过来。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我的文章，对，对我就是做了这篇文章。刚才这个很多论证我就忽略掉，大概是提一些依据和观点，大家回头我就给大家奉上。就是明代玉器厂设立问题的新思考，兼论洪武官窑瓷器再认知，所以就把这个东西我们来落出来，最后把这结论给大家看一下，对，就是我们就说嘛，根据以上原有的资料新解读和新资料发现，我们得知玉器厂是成立于洪武35年，就西元1402年，它的目的是为了谢西洋这个来创立的，创立者是谁啊？马公，就郑和。那么他是顺承了那个永乐皇帝的命令依旨来设立的。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认知的所谓的洪武釉里红、青花这个大盘大碗，这所有东西，他们属于赏赖瓷，真实的年代是烧造于永乐7年以前。然后永乐一朝呢，就存在前期和后期的这个差异。所以我们研究洪武瓷器有3个地方不可忽略。第一个地方是景德镇市区这个窑址。第二呢，就是明代南京故宫和周边地区，以及一些明初一些王府、一些工程墓，以及有相关的这个藩王这个资料、藩王墓葬的资料或藩王遗址的资料都不可忽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北京也很重要，和凤阳啊，就是明中都，这几个地方3到4个地方非常重要。但我们做这个研究呢，是在前辈这个基础上面进行的，我们来缅怀他们，就是说，不是说啊反对老先生啊，他们局限，每个人都有时代局限，我们都有研究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就往前走，我们求真，继续创新发展，这是我们这个一个目的。那么再把一张图，刚才那个逻辑图，那张逻辑图在哪里啊？对。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朱棣他35年，就为什么叫洪武35年？因为他把建文4年给他废掉，就纳入了洪武，所以呢，建文4年后来改成洪武35年，那年正好他掌权了，永乐皇帝掌权了，然后他让郑和要谢西洋，郑和就马公嘛，他内官监是负责这个谢西洋这个事情，然后呢。永乐第一次是永乐3年谢西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满足谢西洋筹备工作，要设个玉器厂，设玉器厂要烧造赏赖瓷器，赏赖瓷器以后呢满足谢西洋，谢西洋也需要这赏赖瓷器，这是我一个逻辑的思维。但是他忙的时候是烧那个祭器咯，那个烧那个赏赖瓷咯，没那么忙的时候他还要烧御用瓷器，这个所以玉器厂的那个。任务还是很重，但是它功能是2个功能，一个对外功能，一个对内的功能。对，然后还有一个有个姓王的一个先生呢，一个官员，他在明初有个文献记载，他在明初永乐初年，他就是负责饶州督陶，他最后烧了30多万件瓷器都没有误齐，就这个墓志里面记载，我文献里用到，我回头。PDF 我稍后我发给大家，把 PDF 文件发给大家。对，好，我今天我分享是到这样，好吧哈，有点长，对，好，对，好，那大家继续讨论或者提问都可以哈，我们继续。很久。就这个跟清华兄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他在洪武方面在做一些重要的研究啊，有些细节也透露过，但是今天呢是很系统的，算把这个清华就这个关于这个洪武官窑最新的研究做了这个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我觉得太重要了。虽然我们今天人不多，但是我们这个会议我觉得还是这个分量很重，尤其是清华这个发言。
它这个整个这个一个是御窑厂设立的年代的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是吧？另外呢，关键主要是设立的主人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竟然跟这个马公跟郑和有关系，而且他的契机是跟下西洋，所以我觉得也符合常理。其实我们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跟重大事件有关系。其实洪武其实这些瓷器烧制，它的契机是一个国家新建立，它的祭祀的需要，它是祭祀的需要。它虽然没建玉器厂，它在景德镇它是大量散点式烧造的，但是玉器厂设立确实是需要一个可能更有组织能力的应付外销，包括西藏上次是吧？啊，这个卖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设立的问题。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洪武，就是我们以往洪武这个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些突破性的东西。一件东西特别有趣的就是刚才你这个文献，那个炉和那个窑变那段文献的对读，这两件东西虽然既还能够，一个是前2年淮阳府出土的一堆标本，一个是故纸堆里边的一个文献，也让这个清华给挖掘出来了，而且可以对应起来，我觉得这也是，而且永乐4年是吧？永乐4年跟那2件御窑厂有一个永乐4年、永乐元年，而且御窑厂其实那个永乐4年那个不是上面什么宫什么庙啊？我记得那个是。我是都公庙是不是跟郑和下西洋的一些环节有关？就是专门记这个船这个是这个跟这个远航有关的这种神仙有关系的，可能也还是跟郑和有关系。我当时好像是我看过一点这方面资料，所以这个特别是北京出的那件高足碗。就是也能看到人们在洪武、永乐当中的一些徘徊，最后有一些纪年器物来说明，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啊。其实关于你刚才那个回应，你看清华基本上差不多给你基本上有个很好的解答。其实包括钱永鹏老师，就是前一阵他们一直民间就说，为什么在北京发现那么好的所谓的洪武的东西，而且也有人写过文章。而且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所以今天这一系列研究，看给我们就是这个算是揭开了一个谜底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下去，我觉得我们整个对明初的认知会有一个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突破所以今天也很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听到这么精彩的报告谢谢清华的分享这个清华的这个报告呢，确实精彩，也解了我很多年的谜。其实我从82年捡瓷片捡了那么多在南京，没有发现一件元代釉里红，就是洪武釉里红的时候，当时就有怀疑。怀疑呢，当时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的老前辈们已经出书了，我们只能是一种设想。结果88年北京西四库那个出了大批的水银，北京市中挖游泳池出了很多釉里红和那个，当时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这批东西是迁都以后等于烧造的这批东西为什么南京没有呢？一定是洪武早期的不是永乐早期的东西，所以一直就在有这种想。但是通过现在这次的文件，你深入的探究以后，确实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找到那些资料文件，证实了这个釉里红的年代是往后靠往后靠的。其实这个研究，我们现在的人在否定，在站在老先生的肩膀上，比他们要看得更远，这是历史的赋予年轻学者的一个责任，对吧？就像后代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否定我们一样学说总是要有进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所以今天是受益匪浅受益匪浅，谢谢还有一个补充我刚才其实也有其他的学者能够呼应你的。你看最近那个陈杰的研究，陈杰其实他是从一个外销的视角的研究，其实那个视角的材料
也完全支持你的这个观点。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估计还有很多，因为只要一个观点它能够支撑得住的话，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证据，一定会有更多的学者能提出非常有支撑力的来不断完善这个学说啊。因为那个陈杰那个研究你还没看到是吧？他论文，他博士论文。他没看到全部，他给我们一篇文章。是吧？还没全部。是。所以我的这个有幸，因为他的文章我大概是全部读过的，所以我也给大家分享，就是还是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现在是有这方面的也很好的支撑的啊。我觉得希望今天这样一个契机，跟中茂圣家我们联合做这样一个会议，虽然是像人数不算多，但我觉得在以后这个学术史回顾，我们今天还是有意义的，不管是吧？然后第二点呢？不光是景德镇的问题，对，好，对。其实不光是景德镇的问题，景德镇的问题解决了，同时还面临哪个问题啊？龙泉的问题，就相当于一石二鸟。你把景德镇的这个坐标重新校定好了，龙泉也会变了。所以目前对于龙泉明初这个一系列的定义，还是值得要重新的。对，他那个大盘，对同步的这个，所以当年那个陈克伦馆长说过这句话很好，如果龙泉不是，景德镇也不是，景德镇不是，龙泉也不是，就是同步的。我觉得这个点很值得我们后面继续去思考。所以呢，我们郭管也跟说一下，我跟陈杰，我们包括王一农说，我们几个商量，明年呢继续推一个洪武的专刊，就专门集中洪武的。也欢迎大家，您啊，钱老师大家来赐稿，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就是以今天为出发点阿信哈一个契机，我们推动起来，就做个专刊，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样的。你看，当时我写那个《夷中四记》的时候，我是没有用那批所谓的啊，对。就是大家就是完全没有争议的那批，像你说过啊。对。是。用的是这批材料。那种大盆大碗，我们在展览的标注当中呢，我们采取了个比较策略，洪武到永乐，我把它下沿给它拉长了。你看我那个书，你知道就知道这个。因为他在宫廷里的这个角度纳不进去啊，郭管是吧？按照您这个分析啊，是的，它属于赏赖，属于往外的这个移植，不是内廷这个御用的，对。是的。这里我也邀请我另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这个洪武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同行者吧，王一农。王一农过来哈，你可以那个对，坐郭管那边可以正好也分享一下您一些看法。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就洪武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所以呢，明年那个洪武专刊，我们也是共同做很多事情。您说，有请你哈。我看黄老师刚刚也提到龙泉的这个问题，我还一直在找作者，就是可以能够，把龙泉和景德镇的这个事情可以同步一下，因为实际上看这个报告呢，它现在等于说两边互证。那么因为景德镇是洪武，所以龙泉是洪武；因为龙泉是洪武，所以景德镇是洪武。那等于是一种互证的状态。那和黄老师交流这个洪武问题应该有好几年了啊，应该在19年年初。对，因为是18年，当时准备一个课程，然后有一些这个问题反复想不通，就觉得这批东西给到洪武，怎么想都不合理，对，没有支撑。然后呢，后来就是觉得，终于有一天觉得只要把他们后置，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会是材料出错，因为材料是靠解读，材料本身不会出错，那就只能是我们的这个研究可能有一点问题，需要调整。特别是这2年，包括钱老师他特别提到，刚刚我一直在下面记啊，他说这个南京故宫4万片几乎没有见到釉里红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很说明问题的。那么明年呢，还是包括您提到的这个陈主任的这个文章，他明年关于洪武会应该有更详细的，他会单独做一个专门做洪武的一个专论出来。
然后我这方面呢，可能是把洪武，然后延伸到永鄂去，给永鄂做一个分期，大概是这样。刚刚这个郭管提到的这个，西藏，我觉得是我研究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西藏是一个非常 important 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它是几条线的交叉点，是交汇在西藏问题上。然后这个明年正好是这个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发掘35周年，就是这个洪武时期第一次真的出现的时候的这个35周年，对，然后特别是这一片我还在看，前两天还在看这个视频啊，不是曹老师还得拍视频，今天就还是这个黄老师力量大，这就带过来。这些作品都是非常重要，它和那个葛先生的那个碗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应该。像这种作品，明年我们跟黄老师商量，明年都希望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整理和分类介绍。所以我们明年这个洪武我们那个专刊也是应该内容很丰富，从多个角度，郭管啊，我本人就是把过去10多年景德镇窑址调查这个角度进行全面整合，然后呢，还有像陈杰主任啊，还有包括有个龙泉的那位朋友，这样多角度综合来做，特别有意义。然后明年，我跟黄老师还邀请了这个裴雅静老师，他能够去，还有陈华沙，他们能够把4中的这批东西做一个公开的一个报道，因为很多年了，有10年了，10多年了。对对对。但是一直没有公开的这个出现，好像就是84年更早了，84年那批更早了，对对。对，今天应邀嘉宾当中有位北京文物研究院那个韩宏业先生，韩哥呢，他在10几年的时候就整理了那个原来北京4中边上那个14年还12年又出一批，那个量也很丰富，主要的资料是在韩哥他们手上，所以他对我们今天做这个研讨会他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之前也是跟我说了我一邀请他，他会非常乐意答应来了。无奈这次在外地，这个交通影响了，来不了。那一批东西明年是不是也可以？对，所以明天我约了那裴雅静师姐和约了韩先生，就共同把这份资料84年的和10几年的就相合璧了，可能也会有很多新的一些信息在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他来了北京嘛，是吧？永乐17年才迁都，还是16年才迁了北京。那么这个东西肯定是从南京或从哪里迁过来，这也很正常。因为这些东西呢，在那个会不会是永乐年间迁进来还不好说，实话实说，因为它本来就是做赏赖用的。后来永乐去世了，这个下西洋这个国策被废掉了，所以呢，估计有可能是永乐末或者叫做宣德年间才运到北京的，不见得就是这个时候来的。然后还有一点，就借助刘老师的观点，也跟大家说一下，永乐6次下西洋，正和第7次是在宣德年间进行的，宣德5年在下西洋的。宣德5年下西洋带去的瓷器是什么瓷器呢？不是宣德朝的，是永乐朝的瓷器。永乐朝的对青花也好，什么好，都是永乐朝的，就不是宣德本朝的。因为在那个土耳其也好，伊朗也好，波斯地区发现的那个青花瓷器，只有永乐的，没有宣德的，一件没带款，一件没有永乐的，没有宣德特征。因此呢，如果我们研究永宣瓷器，尤其青花瓷器怎么区分，就是先把伊朗地区的就那个阿特比尔神庙和土耳其王宫的作为我们区分一个标准器，绝对不错。这刘老师重要发现，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老人家这个考证的时候考得很好。他当时说宣德5年做的保全呢，因为他很仓促，他宣德皇帝重启那个下西洋政策，很多人反对，但是他还是做了，冲出去了，但他用的东西没有时间筹备，就用回了永乐朝封存的资料，
封存的这个物质就是永乐的瓷器，这点是很特殊的，各位哈。好，那个我就这个分享到这里，各位继续，大家好。啊，对，这个他一直在听王一农。就是看法意见，刚刚好像也说过嘛，这次好像还主要是这个梅瓶的这个，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这个梅瓶最后还能够出来，能够重回市场，因为这个梅瓶确实是它身上还是有很多比较核心的要点在这条梅瓶身上，包括和元代的这种连接，然后它造型也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种造型实际上是元代景德镇很少用的造型，但它是北方流行的造型，就是在磁州窑还有内蒙一些窑厂会生产这样的造型，这个是在景德镇很少见到的。我是怀疑它这个下边它不是底盘很大吗？我怀疑可能这个洪武时候是不是下边没有平床啊？因为它没有平床的话，它下边底盘比较大，它就比较稳。其实这次薛总他们这次拍卖还有一件梅瓶也是这种情况，就细酒那件瓶子，造型其实是一样的。也是这样。这也是这样。然后那个绥中不是有一条船嘛？那条船上也出了一件这个梅瓶，造型呢也是这个趋向，就是这个造型实际上是当时在北方比较多，在景德镇基本上是没见到，反而是洪武从春寿开始一直到永乐，什么内府梅瓶，然后包括刚刚那个您带耿老师宣读的那个报告里面提到的那个 Art Bill 那个梅瓶，还有那种都是这个造型，实际上它是一种北方系统。那这种北方系统呢，可能是在这个里面，它是否跟这个酒的种类还是它的使用方法有关，反正这个造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到这个春寿梅瓶，我也回应一下，因为在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河南呢？那个番王墓出这个东西，包括英国博物馆那件，它全也是开封出来的。其实我们再看回明代蜀王府里面出土的一些重要东西，蜀王府里面有一个洪武的模印红釉的龙纹的盘子的残片，其实在明初。朱元璋有对几个儿子特别器重，第一个包括蜀王，包括燕王，他就很看重。所以呢，明初朱元璋会把他自己御用的东西赏赐给他的儿子，这种级别就相当于不是说到藩王就降低了，这东西本身就是御用的，只是说洪武赏赐给他们。行，这个点这个很重要。而且这种蜀戎呢，也是到永乐朝就结束了。因为他那个是洪武的儿子嘛，他就才有这个。后面呢，皇帝有赏很少，没有像洪武这么明显。所以现在洪武那几个墓葬出的，包括朱坛墓的出的那个郭馆朱坛大家更不应该怀疑了，是洪武22年下葬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洪武本朝的。所以很多东西呢，很特殊，包括那个周王墓里面那个玉壶春，为什么它也是洪武时候赏赐的，留到后面的。他陪葬什么时候陪葬是另一回事，但是说他赏赐肯定来自内府。我觉得青华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这种我刚才虽然讲了御酒尊，包括各个层级的酒尊，这种等级呢，一般是在一个重要场合出现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很讲秩序、讲这个尊卑的程序的地方，他会这样不同的酒尊呈现。但是在明早期很多赏赐的系统，它其实五爪赏赐这东西很普遍的，而且也不为规制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早期大量藩府的系统，其实五爪龙纹这种存在是很普遍的，而且在其他一些文物方面也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所以这就可能也很好解释这种为什么这种五爪的东西，这最高级别的东西能够在其他地方出现跟明初的一些制度是有关联的，是吧？其实明初那个我们
说到吴佐龙或者类似的东西啊，很容易大家以往很容易形成一个机械或者刻板的理解，说一定吴佐龙就才是皇帝才能用。其实，在明初洪武和永乐有很特殊的过渡时间，这个跟洪武皇帝本身的这个理念有关系。他意思说，为什么他有分封制度，封这么多王呢？他的意思说，他的朱家子孙后代共治天下，共享天下。他原来有这个想法，固然这个对中央皇权是一个伤害。我们看到有个史料是这样的，比如说藩王来朝，在庙堂之上，就是那个大殿上就行这个君臣之礼，他是这样记载的。但是移到后庭去了，就行就是说就同一家人的这个叔侄之礼，很明显就建文帝。建文帝他是侄子辈的，燕王啊、周王，他就是叔和伯这个辈分的，在殿堂之上行君臣之礼。但是到了后庭内廷去了，他就建文皇帝要给这两位那个伯要行礼了。不管这个就朱元璋这个很强调，对这个。找过这个文献，我后来我看挺有意思的，它有很明确的记载，不是说刻板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制度也是宣德以后就没有了，就是洪武和永乐很明显。这样的话，其实郭管你这个从礼数这个角度来看呢，明初很多器用，对我这几年启发特别大。郭管特别有用，这个视角是正视角、准确视角，特别有用。对，好。所以这个。朱元璋本人还是挺朴素的，就是他会把御赐直接写在这个梅瓶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本身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故宫附近的一口古井里面，钱穆老师我应该没记错吧？是当时是朱先生好像拎出来是吧？从邢先生从这个井里面拎出来，那个还是很而且拎出来的是一套。就是它有梅瓶、有爵、有碗，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比较值得注意。御赐那个2个字嘛，对，而且后来怀中墓还出了一个内府嘛，对，那2个瓶子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一类在标本上是出现比较多，对吧？哪个年就是铁书的，要早一点，偏早，对吧？就是从景德镇的出土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到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内府共用啊之类的，这样有点像是这个皇家的后厨用的这些语言在上面写的，但是都是铁书写的，它跟那个御赐那个特别像，它的那个字体，对不对？我看近几年在景德镇出来不少这样的这些标本，对吧？那个叫做供器吧，类似内府共用啊之类这样的啊，就是都是铁书的，它其实跟那个赏赐是同样的这个写法啊。您说的是个盘子吧，小碗。盘子、小碗之类的。小碗那个是永乐以后的。那个是后去的，对吧？对。但就是您说的这个御用啊，就用铁书呢，这个也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因为物料少，我觉得是这意思。为什么大量烧釉有龙呢？也是这个原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顺着洪武这个概念，洪武御用瓷器和那个春秋梅瓶相呼应，它礼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郭管哈，这些各种颜色。这个说洪武2年就设立这个祭祀用瓷嘛，然后这里一系列的黄釉、红釉、白釉还有蓝釉，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这个明初一个研究核心的。对。那个文章最初这段就是介绍这些不同的色，而且它祭祀不同的这个它是色组的，对，它有包括内外不同的一些颜色的搭配。都跟一些特殊的团队。对，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很多颜色釉的这种产生，可能就是为了去配合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工艺的
需求就来源于这个事情。对。所以说的就非常明，像以前我在红屋里边见到一种黑不黑，黑不黑、褐不褐那种，就看着像黑颜色又有点发红的那种颜色。当时就不理解，怎么官窑烧的这么好像不是颜色，不是好像很正的一种颜色。后来才发现，它这个祭祀里边有一种玄色。玄色哦，就是黑里透红的，它其实是为了祭祀，是完全在追摹那个祭祀需要那个颜色。对。所以这个返回来从理智角度，那个颜色就现在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说这理智这个在对宫廷瓷器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啊。所以以前我是这个颜色我是看不懂的。就刚才他说这个颜色，这个。那郭管，包括你前面那个孔雀蓝釉那个片也是很少见，就独一无二的，也是第一次见过的，对。找了好多年是吧？一直没见到这样。对，所以按照这个礼数，它有各种五色或者几种颜色嘛，这个就一个实物，还有一些是，反正就明初这块很特殊，包括一些黄釉的东西也是很独特的那样，对对，就黄釉，就全是2片，有片在北京，这片是我们学社，对对。对，你10月份那件，对，也是很特殊，对对。一个完整的吗？啊。哇，那太好了。薛总，他们这之前还有个盘子。是好。所以我刚才薛总没在，我就跟我们刚才说嘛，明年我们大家里头做一个洪武的专刊，然后就邀请一些学者，已经有了基本的文章了，特别好，也是一个以今天这个春寿梅评这个研讨会为契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专刊。对，是。确实是因为洪武这个问题，一定要我们更好的学术来深挖也发展，然后呢，对收藏、对拍卖，这是很好的一个学术结持，这个良性的互动、相互成就、共同促进，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对。我们弄个期刊不就行了？可以给老师的那个学术研究。好，到时候可以联办。对。在线的人还比较多，有5000多人。对。不少，确实很有面啊，对。而且你这个书写不要。好，那曹胖你总结做的那什么安排的？今天很精彩，我也没想到能学到那么多，尤其是郭管的一些学术成果，包括您那个 PPT， 我回头我要准备看几遍，学习巩固一下。确实是，做到老学到老，这永远都是时不时的有一些新的成果出来，值得学习啊。这个学术认知啊，都不断的每年都在更新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因为本身咱们热爱这些东西，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一个动力，而不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对我们来讲确实这个话说的有点大一点啊。也包括薛总，确实我们是本着一种情怀在做这个事，但我们真的没有说是纯粹的一个商业。如果太纯粹的商业，可能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根本坚持不了10几20年做拍卖，是坚持不了的，这真是。但这正是因为有这个情怀在，喜欢东西，喜欢研究，喜欢去学习各种老师的一个这个学术成果，然后呢，结合到我们这个市场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请到几位老师过来分享，还有一农。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更精彩的一个学术会议。今天大家也辛苦了。7点。那清华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清华肯定还有太多了。对，首先
感谢那个中茂盛家薛总啊、阿星，我们共同来提供做一个探讨。其实古人说过嘛，做学术就是天下之公器，就是不是说谁才能做，谁不能做，无分公私，只要是有利学术的推进，钱老师是吧哈？大家出分力，出分这个力量把它推进。那我们就是努力在关注在景德镇，努力在对景德镇相关的问题做一系列的探讨，就是只要踏实努力，我觉得应该会有新的坚持。还有我们也是对传统已知的资料一定要再深入，再打破过往一些认知的这种误区，我们重新来看待这个问题，重新把老材料力求新解读，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要敢于去，不是说怀疑一切，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就要去用有逻辑思维去想想。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尤其在一些模糊的地方，我们更应该是要用逻辑思维去捋清这些事情。我记得06年以前来景德镇之前，就觉得要研究景德镇。很多朋友说，已经很多人研究很透了，你还去研究什么呢？你们也轮不到你们去研究。确实是我们没有资源，我们小资辈。但是觉得去了景德镇之后，看了很多问题之后，才发现有很多问题都不清楚。问老师，老师不清楚；找书上没答案。还是你去实际到窑址去到现场和诠释当中去，你会看到很多问题，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同样红五也好，红白旗也好，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一农松哈，我们也体会很深。那么，我自己的过来，我很感谢过去将近20年，就是学了一些东西，主要是来自拍卖会、拍卖公司这个平台，让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我能上手。我能看，我还能拍照，我还能够再思考，我觉得很难得。有些博物馆的限制很难，就是光是看就不能摸，所以我们一直比较信奉这句话，叫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曾经上手。一定要上手，是我们一个理念。也是因为你研究陶瓷，我从来这样说这句话：研究古陶瓷没有说我搞理论研究的，说白了，搞理论研究就是个虚伪命题。国馆是吧哈？搞瓷器研究、古陶瓷研究，必须接触实物，必须要在一块跟他早晚相处，去思考它。没有说搞理论研究，所谓的理论研究，而且还挂在嘴上，无非是自我逃避，就没有真正的研究能力，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我们研究古陶瓷，很重要一点，也是受刘希元老师启发。这几年，这10多年也受郭馆长的启发，在研究上面，方法论是很重要。方法论怎么你看那个材料、文献、各种图像资料，或者同一时期、不同材质的艺术品同向比较，同一材质、不同时期横向这个比较，这个很重要。其实说到后面，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逻辑思维在里面，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郭馆长让我也受用很多。郭馆不是说恭维的话，因为郭馆昨天还经常跟我说，他说我还有1年多退休了。我说也是好事，郭馆哈。我说郭馆那退休做什么？郭馆说那就重新规划下。我说先把这文集准备出来，过去这些年发的文集，或者有些有完善或者修订的弄出来，花3到5年时间，我们来做打下手哈，李准哈。一农，我们配合郭馆，我们来配合郭馆出一个入门级，其实很重要，就不光是为了出郭馆的入门级，其实郭馆这些年很多重要研究，它里面有个研究方法论在里面，对启迪后学。就像我读刘希元老师的文章一样，很多新的学生问我，老师啊，读什么文章？我说没什么文章，你读刘希元老师的文章，你读10遍、读20遍，你给我做笔记过来，你读通了，那个钱老师哈，那你就后面全都通了。你读它一篇很好的，比如说高领土思考也好啦，或者其他的读通一篇，你看天下文章就知道哪个妙，哪个不妙，哪个好，哪个差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深有体会。当然也还有其他很好的老师，你有个突破点嘛，有个开始嘛，然后后面就很有帮助。这点呢，就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共同一道来推进这个学术进步，
我也知道力量很微薄，但是还是有这份情怀或者激情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关注哈，那今天的活动就结束哈，谢总哈。好，感谢在座哈，感谢在前面看的朋友，我们下次再会。